欢迎来到咪咪自然中文，我是小咪。咪咪自然中文是面向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，在这里我会分享我的日常生活，也会聊一些有趣的话题。如果您对中文感兴趣，或者也想有个中国朋友的话，请关注我的个人频道吧。上期节目中，我和大咪都想吃麻辣烫了，所以我们聊了聊自己爱吃的菜品。最近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家麻辣烫店，吃了很多次麻辣烫。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。小麻烦指的是那些让我觉得不太方便，有点儿不愉快的事情。小麻烦。吃麻辣烫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些小麻烦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遇到的小麻烦，同时也为大家梳理一下与麻辣烫有关的中文词汇。让我们开始吧。1. 麻辣烫怎么卖？聊聊麻辣烫的计价方式。最近我和大咪去了很多家麻辣烫店，我们发现在这些店里，麻辣烫的计价方式并不一样。计价方式，计价方式的意思是计算价格的方法。例如，啤酒有很多种计价方式，可以按照瓶子的数量计算价格。比如，一瓶啤酒10块钱，也可以按照箱子的数量计算价格。比如，一箱啤酒80块钱，还可以按照重量计算价格。比如，一吨啤酒4000块钱。你看，这些啤酒的计价方式不一样。其实，麻辣烫的计价方式也不一样。杨国福麻辣烫店按照重量计算价格，无论是肉还是菜，都是每50克3.58元。张亮麻辣烫店也按照重量计算价格，无论是肉还是菜，都是每斤28.8元，也就是每500克28.8元。在名叫临近小吃的麻辣烫店里，有一部分菜品是按照重量计算价格，还有一部分菜品被穿在竹签上，是按照竹签的数量计算价格的。比如，鹌鹑蛋的价格是每串5元。你看，几乎
每家麻辣烫店都有自己的计价方式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小麻烦，因为计价方式不一样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比较价格，没有办法很快的知道哪家店的麻辣烫更便宜。你家附近有麻辣烫店吗？在那家店里，麻辣烫的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？在那家店里，麻辣烫怎么卖？2. 吃麻辣烫会长胖吗？聊聊低卡麻辣烫。最近，我和大咪经常吃麻辣烫，结果我们俩都长胖了。长胖的意思是体重增加了，我们的体重增加了，我们长胖了。对我来说，吃麻辣烫可能会长胖这件事是一个小麻烦。我的朋友建议我吃低卡麻辣烫。他说，低卡麻辣烫可以减肥。低卡完整的说法是低卡路里。低卡麻辣烫就是低卡路里的麻辣烫，也就是卡路里比较低的麻辣烫。我听说吃低卡麻辣烫能减肥。减肥的意思是让体重减少。我既想吃麻辣烫，又想减肥，所以我也想吃低卡麻辣烫。你想吃低卡麻辣烫吗？其实，无论在哪家麻辣烫店里，我们都能吃到低卡麻辣烫，因为低卡麻辣烫的秘密就在我们选择的菜品里。首先，请不要选择主食，比如宽粉、方便面、油条什么的。如果你真的很饿的话，可以选择魔芋丝或者土豆片。其次，在选择肉类菜品的时候，请不要选择鱼丸和香肠。羊肉、牛肉、鱼肉和毛肚都是很好的选择。最后，请多拿一些蔬菜，比如娃娃菜、金针菇什么的，特别是金针菇，不但好吃，而且能解决便秘的问题。
3：怎么制作好吃的蘸料？聊聊麻辣烫的自选佐料。蘸料就是蘸着吃的佐料。蘸是一个动作，比如把菜品轻轻放在佐料上一下，然后马上拿起来。这个动作就是蘸，蘸一下，然后吃。这种蘸着吃的佐料就是蘸料。在麻辣烫店里，可以自己制作蘸料，但是麻辣烫店里的佐料太多了，自己制作蘸料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佐料。你觉得自己制作蘸料是一个小麻烦吗？最近我找到了一些偶像同款蘸料的制作方法。同款完整的说法是同样的款式，比如衣服的款式一样时，可以说同款衣服。我的偶像穿了一件毛衣，我也想买款式一样的毛衣。可以说，我也想买同款毛衣。请注意，同款强调的是款式一样，衣服的品牌、价格、材料什么的，一般是不一样的。这里的偶像同款蘸料强调的是制作蘸料时使用的佐料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的偶像也喜欢吃麻辣烫的话，请试着查一查偶像同款蘸料吧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。非常感谢您听到最后。如果您也吃过麻辣烫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吧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麻辣烫在您的国家贵不贵？好不好吃？再次感谢您收听咪咪自然中文，咱们下次再见。